班上的其他同学虽然都在做手上的事情，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却总是在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那边。以往魏无羡是最喜欢热闹的，平常和朋友勾肩搭背，闲聊畅饮，现在不仅把搭帐篷的地点选在了营地的最偏僻的位置，而且向来喜欢撩拨蓝忘机的他，纵然生了病，他们眼中的魏无羡也绝不是那种病歪歪的样子，反而还跟以前一样嬉闹无比。今天居然安静得很，一言不发的搭帐篷，也没有寻常的欢声笑语。再看蓝忘机那张脸，比平常还要阴沉几分，那直径5米的范围估计都能冻死人。不会是这两个人闹掰了吧？他们碍于蓝忘机在那，不敢说什么，只好找个时机去和魏无羡聊聊。接下来只要把4个角固定一下就行了，我先去附近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危险。魏无羡觉得只是搭了一个帐篷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，自己本来就昏昏沉沉的，身体好像也绵软无力。他感觉自己的体温好像又上来了点，刚搭好帐篷站起来，脚下就踉跄了一下。蓝忘机见状，他一把抓住了魏无羡的手臂，担忧地问道：“有没有哪里不适？”手臂上传来一阵舒服的凉意，魏无羡一时贪婪地想着让这股凉意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但是回想起这凉意的主人是谁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后他就伸手扶开了蓝忘机。魏无羡想要冲蓝忘机笑一下，再像以前一样说：“哥们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区区一个发烧能把我怎么样？”但是现在这些话却堵在嗓子里说不出来。没事，我去周围看看。说着也没有再去管蓝忘机悬在空中的手，自己独自一人走进了小树林中。树荫掩去了魏无羡的踪迹，蓝忘机看着他的背影，也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滋味。他看着两人合作的双人帐篷，又看向了魏无羡的背包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空了一大片。蓝忘机擅长做饭，所以这项工作他也参与其中。但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是，向来不喜欢吃辣的蓝忘机，他做的菜基本上都是红彤彤的辣菜，光是闻着就觉得香辣无比。几个跟魏无羡一样爱吃辣的人都想要围过去，但是在看到掌勺的人是蓝忘机后，一个个就老老实实的缩了回去，不再打扰。饭点已到，桌子上的菜也已经摆放好，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端着饭碗吃着可口的饭菜，没有人注意到蓝忘机身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着的，摆放整齐的碗筷根本就没人动过。蓝忘机的眼神变得有些可怕，他放下手中还没吃上一口的饭菜，起身就向帐篷走去。当他看到没有灯光的帐篷时，才意识到不对劲，帐篷门口的拉链依旧是他离开时的样子，完全没有触碰我的迹象。蓝忘机有些慌了神，他急忙打开了帐篷，发现魏无羡的背包还在，手机和钱包都被他的主人遗弃在了帐篷里。回想起下午魏无羡到附近转转，在自己忙着烧饭菜的功夫根本就没有再看到他，原以为是不想看到自己，去和别的人一起出去玩了。但现在已经到了饭点，全班只有他一个人不在。蓝忘机急忙扭头就跑，直接把魏无羡失踪的消息告诉了老师。老师也算是镇定的，他找了几个跟魏无羡关系比较熟的几个人，问问下午魏无羡有没有去找他们，结果问下去，基本上没有人看到他。蓝忘机虽然面无表情，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此刻的他是六神无主，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。附近的树林比较大，而且现在已经天黑，就算是要找搜救队帮忙找人，搜索效率也不会很高。要是魏无羡出了什么事情，蓝忘机想都不敢想。很快，老师就联系到了营地的管理员和搜救队，开始了大范围的搜索。老师，我也去。蓝忘机走到了老师身边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请让我参与这次的搜救行动。”老师也皱起了眉头，道：“别胡闹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树林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，你不是专业人员，就在营地里保护好自己。”老师，让魏婴离开营地是我的过失，我应当找他。蓝忘机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痛苦的神色，我会和搜救人员一起找他，请老师放心。蓝忘机也不等老师回答，直接拿着手电筒和搜救人员一起走进了树林。篝火晚会还是照常进行，但是所有人都围着那一团篝火，一双双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树林的方向，脸上担忧的神色怎么都挥之不去。你们说，魏无羡会不会在里面迷路了？你当魏无羡是傻的，
这么黑的天，要是他真迷路了，循着我们这里的火光也该回来了。照你这么说，魏无羡是不是受伤回不来啊？有可能啊，我听说这里面地形复杂的很，而且附近还有一些野生动物，狮子、老虎什么的应该很少，不过蛇蝎类的好像还蛮多的。哎呀，你大晚上的说这些干什么？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着，看看搜救队能不能找到魏无羡。是啊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班长刚才的表情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哇，那是真的吓人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失踪的是他老婆呢。你这形容的还真贴切呀。蓝忘机不知道营地里的人是怎么议论他的，他一步步走在枯草里，也不管平常家规和校规里写的什么。此刻的他放声大喊魏婴，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，但是找了半天，除了随处可见的树木和灌木丛以及搜救队的人，根本就没有魏无羡的踪迹。眼见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蓝忘机的心渐渐的凉了，他拿着手电筒的手都在轻轻颤抖，那道投射出来，光影也在不断抖动，让人眼花。搜救队的队员把蓝忘机送了回去，也承诺他一定会找到魏无羡。蓝忘机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营地。班里的人一个个都缩回了自己的帐篷，只有那一团篝火还在盈盈燃烧，像是要给黑暗树林中的某人回归的信号。蓝忘机已经疲惫不堪，他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，看着魏无羡放在帐篷里的背包。在下午搭帐篷的时候，蓝忘机就注意到他的背包似乎轻了不少，不像是准备已久的模样。鬼使神差下，蓝忘机打开了他的背包，这才发现里面除了一瓶保温杯、2桶方便面和一个充电宝之外空无一物，就连他说的退烧药都没有。看着空荡荡的背包，蓝忘机保持着打开背包的动作，迟迟没有动一下。但没过多久，在这寂静无声的帐篷里传来了啪嗒的声音，很快就能听到第2声。然而只有蓝忘机自己听得真切，他死死地抱住黑色背包，脸上的泪痕拍打在背包上，绝望至极。但是很快，蓝忘机抱着背包就睡着了。等他睁眼的时候，却发现外面的天空大亮，而他也不在帐篷里面，手中的背包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。蓝忘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搞懵了，他从草地上站起来，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大巴车缓缓驶来，从上面下来的身影是多么的熟悉。很快，蓝忘机就反应过来，这是他们下午来到营地时的场景。那群人很快就解散了，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抱着东西，急忙跑到了自己的面前，脸上慌乱的神色怎么都挡不住。他随手把东西扔在地上，然后就看到自己走了过来，帮助他搭帐篷。没事，我去周围看看。说着，魏无羡头也不回地往树林里走去。